向所有全台湾2300万人许诺，中国国民党绝对会是那个重创经济奇迹、带领台湾的最重要的政党，好不好？好。说到台湾的经济奇迹，就不得不提到被称为护台神山的半导体产业。这座神山不仅成为科技岛最重要的底色，也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。说一组数据，让各位更能直观感受。当今世界上每年超过60%的先进芯片，以及超过90%的尖端芯片都产自台湾。信息时代，谁掌握了芯片技术，无疑谁就掌握了数字命脉。以结果倒推，当年豪赌半导体，无愧台湾产业布局的神之一手。那么这招妙手究竟是如何下出来的？其中的故事很多，但大都绕不开两位关键人物，那就是李国鼎和张忠谋。1970年代的台湾，依靠成功的出口导向政策，摇身变为新兴工业区。然而，危机也随之而来，全球石油危机爆发，叠加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，让台湾过于依赖低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显露弊端，亟待突围。在如此关键节点上，台湾作何选择，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的命运。此时，一位技术官僚走到了历史前台，他就是被誉为台湾科技教父的李国鼎。时任经济部长、财政部长的李国鼎判断，台湾若想突破发展瓶颈，必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路径突围。彼时，在台湾已日渐成熟的电子产品代工工业中，最能和技术沾边的，无疑就是半导体芯片这条赛道。但是这一步棋，易看不易走。当时的全球半导体产业流行的是垂直整合模式。拿英特尔这样的巨头来说，芯片从设计到制造、测试、销售，一条龙打通，天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壁垒形成护城河，一般的玩家根本入不了局。半导体产业棋盘上的天元位早已被牢牢抢占，台湾作为后来者无处落子。此时，一个由潘文渊等海外华裔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团提出了关键建议，那就是放弃芯片全产业链的幻想，从集成电路制造开启突破。这个今天看来天才的想法，在提出时却被认为是讲蠢话，因为当时世界上没有一家只制造不设计的芯片公司，原因无非是担心核心技术被窃取。出乎意料，潘文渊的建议却得到李国鼎的力挺。因为李国鼎预判，随着芯片设计越来越复杂，必将催生专业分工。尽早创立专业的芯片制造公司，就能在芯片的产业分工中抢得先手。至此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落子点位已定，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操盘。1985年，一个越洋电话打到了美国，接电话的人叫张忠谋。他出生在上海，求学哈佛、麻省理工，后在斯坦福拿到电机博士。进入业界后，张忠谋一路升至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，是半导体行业内世界级的领军人物。不夸张地说，他的一生就是半部世界半导体发展史。1987年，在李国鼎三顾茅庐的邀请和全力支持下，张忠谋回到台湾，创办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，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台积电。张忠谋制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，纯代工模式，不做品牌，只做制造。这一巧招避开了已经愈演愈烈的芯片品牌战，反而吃到激烈竞争催生的代工红利，一下子打开局面。配合产业发展需求，半导体人才和技术也陆续到位。此时，李国鼎主导了台湾半导体产业史上著名的 RCA 技术引进计划，数十名年轻工程师赴美学成半导体技术。这批人后来都成为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骨干。同一时期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，这个机构专注3件事：引进技术、消化吸收、无偿转让给民间企业。1977年，工研院从美国 RCA 买进7微米制程技术，2年内吃透后，再免费移交给联电和台积电投入生产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如今，张忠谋被冠以台湾半导体产业之父的美誉，他自然也担得起。不过，来自业界的评价更为中肯。李国鼎更像是导师，他在迷局中看清了方向，而张忠谋则更像是棋手，祭出杀招，一招制胜。台积电早期最传奇的故事，莫过于张忠谋亲自飞往英特尔，寻求订单和品质认证。当时英特尔 CEO 安迪·格鲁夫以严厉和挑剔著称，在检查了台积电的晶圆厂和流程后，提出了上百个尖锐的问题。
张忠谋和他的团队没有辩解，而是将所有问题记录下来，逐一解决。通过这场大考，为台积电赢得了第一张重量级的信任票。张忠谋也为台积电注入了技术至上的基因，他将巨额利润持续不断地投入到研发中，追求制程工艺的极限。台积电的杀手锏在于良品率控制，比同行普遍高出1倍以上。量大管好的口碑，极大地降低了芯片设计的创业门槛，催生了一批像英伟达、高通这样专注于设计的无厂半导体公司。而这些公司的蓬勃发展，又反过来为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，支撑起新一轮技术研发。如今，台积电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，市值一度跻身全球前10。它不仅是台湾的经济支柱，更成为了全球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或缺，乃至最关键的一环。回看当初面临产业转型十字路口时，洛子半导体产业的神之一手，最终让台湾扭转棋局，成为创造经济奇迹最宝贵的经验之一。当下全球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，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。然而，台湾在这些新兴领域的发展却面临诸多掣肘。如今经济陷入挣扎的台湾，关键时刻能否再祭出神之一手？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基地，在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信息产业、新能源等浪潮引领下，产业不断晋级。大陆既可以是台湾的最大工厂，又可以是台湾的最大市场，甚至还能当作最强大脑提供技术支撑。今日的局面与当初的棋局相比更为明朗，似乎并不难下，所以抢先手还是落后手，全在台湾当局者一念之间。